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实盘交易当中的下单操作。实盘当中的下单操作一般有两种类型嘛，一种是限价单，就是 limit，另外一种就是市价单，叫 market。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限价单的话，就是马上成交。如果你限价单的话是不会立即成交，是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30,010，那你这会儿下了3万的话，你要等它跌到3万的时候才会成交。那市价单的成交就是我想马上成交。那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30,010，那我直接下一个单以后，它就会以最高价，然后下单，然后的话它就会在离价格最近的位置。比如说现在有人是在30,010这个价格卖的话，那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成交。那这个就是市价单。那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市价单的话，它价格不可控，它会存在滑点，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能马上成交。那限价单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价格可控，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呃，没有办法马上成交，这个要权衡利弊。如果你觉得马上买入能获利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用市价单；如果你觉得等待的话更好，那你还是用这个限价单比较好。那这两个就是它的区别。那止损限价单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止损的时候，如果选这个止损限价单的话，它在快速下跌的时候是成交不了的，那你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单止损失败。那后面的行情，如果你没有及时看到的话，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那止损市价单就是能马上成交，所以说这个时候用止损市价单，它的好处就是能马上的规避这个亏损，截断这个亏损的风险。但是这里有一个坏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某个价格，比如说它突然间在某个地方那个上涨的话，或者下跌的话，比如说以这根线其实就是大量的把这个止损单给打掉了，然后就一直堆，堆到这个最底下有大量的这个单子去接盘以后，它才会往回拉回来。这种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很多情况下是这种的，尤其是这种分时比较小的这种的，比如说1分钟这种的分时的，很多这种长上影线和下影线，它都是这种快速的造成这个止损单大量的被清理掉，然后他们止损单很多都是以市价单下单的，所以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接着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在配置文件当中配置这个订单的，比如说限价单、市价单，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设置入场型的订单类型，退出的订单类型，然后这个是紧急的、止损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些配置，然后这些是一些高级设置，一般用不到，简单看一下。那第二部分就是讲的是在代码当中如何操作。如果你在策略里面可以参考这下面的代码，然后在策略里面加上一部分这个逻辑，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简单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是买入限价单的一个示例，这个就是比如说价格在30,500，那你这里在3万的话，它就会等到3万的时候再成交。然后这个是订单的监控状态，有的时候不想用手工去看的话，可以写一些程序啊，自动化的脚本去检查一下。然后这个是紧急出厂的市价单的一个操作，然后这个就是市价单的一个滑点计算，这些可能用的
不大，除非你做的比较细啊，那个你的策略用的比较细致的情况下会能用到。然后这里是这个订单的这个优化策略，就是限价单的这个优化技巧，然后分批下单的一个策略，然后止损订单优化，然后这个是追踪止损的一个设置。然后这里就是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不一一讲解了，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这个就是实际配置的一些事例，可以参考一下，这保守型的一个配置啊，还有一些积极型的一个配置。然后这个是混合型的一个配置，后面就是实践任务了，可以去看文档。那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个策略，叫这个 ADX 的这个动量策略啊。你可以搜一下这个 ADX 的一个动量指标，它是在这个指标里面的这个附图打开，然后有一个叫 DMI 的，它里面有分成这个 DI 和这个负的 DI，正的 DI 和负的 DI，然后还有一个是叫 ADX 的这个指标。这三个指标的话，它其实是用两根线，就是前一天的收盘最高价和今天的最高价，然后减去这个前一天的最低价和今天的最低价，然后计算一个值。那 DI 加 DI 的话就是这样的，那减 DI 的话就倒过来，把下面的减去上面的。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指标是怎么解释的啊。这个就是正的这个 DI，就是正方向的这个动向指标，这个就是一个负方向的一个动向指标。然后这个是 ADX 的这个平均趋向指数。那这个图就是 DMI 的这个值，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三根线，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啊。它是在上涨的时候，这根线就往上走了，下跌的时候它就往下走了。但是这一根线不够，要三根线结合起来看。那往下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这 DMI 的这个正向值的话，就是今天的最高价减去昨天最高价。记得这个正向的就是上面的减去下面的，然后得出一个值。那如果数值是正数的话，那就是为正；然后如果是负值的话，就是变成是零。那 DI 那个负的 DI 就是倒过来的。那这个值就是表示，如果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就表示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那 DI 的话就是刚好相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 DI 什么颜色的啊？这里面的 DI 的话是，这个是洋红的，然后这个是淡紫色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对应的这个就是洋红的颜色，然后你对应这个 K 线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是往上走的时候，它是向上的，然后往下走的时候，它又是向下的。那这根线的话，它刚好在这里，你看它这一段是下跌的，它这个时候刚好往上涨，所以这个地方要结合起来看啊。然后，再讲一下这 ADX 才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根线啊，就是用这个计算公式，去用正的 DI 减去负的 DI，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然后乘一下，然后就得到这个 ADX 值。然后 ADX 值的话，单根的这个判断是这样，但是实际的这个策略要结合起来看。我们拿一个策略来讲一下代码。那这个就是 ADX 的一个，这个就是 ADX 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那 ADX 的这个功能是 ADX 趋势强度的一个策略，然后它里面是使用这个 ADX 来识别这个趋势强度。那通过这个 DI 和正的 DI 和负的 DI，然后确认趋势强度。那当 ADX 上升的时候，并且这个正的 DI 大于负的 DI 的时候买入。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找一段上升的，这一段是属于上升的。那黄色的这一根是这个 DI 值，那在这里是上升的。然后你要看一下正的 DI，正的 DI 是这个粉色啊，那就是说粉色要大于这个紫色的，然后并且这个黄色是向上走的，那它才可以才视为这个比较一个好的一个信号。
那你看这个是黄色向上走，然后粉色大于它，那这一段的话就是属于比较好的行情了，那就一直往上走了。那反之的话，它小于它，它往下走的时候，这就出现不好的信号了，然后到这里就变成死叉了，这趋势在走坏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那在这里的，当然这一个指标不够用啊，你还要结合其他指标来分析。这个可以以这个指标为主，这个指标满足的情况下，再配合一两个指标来做这个信号过滤一下其他的一个假信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还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基础配置，就是收益的一个基础配置，还有止损的，还有这个时间线，你用的是哪个周期的时间来做这个策略的这个分析的。然后这个是 ADX 的一个参数，你这里可以设置成14天，默认14天，然后你可以在10到10天、20天之间，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分析。然后的话，这个就是 DI 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差值，里面还涉及到这个 RSI、MACD 和这个成交量的等等的一些参数，这个可以自己设定，你选一两个比较常用的参数指标，玩的熟练指标，然后加进来，然后配合这个 ADX 的这个那个指标进行一个判断啊。然后我这里是把所有的指标都写进来了，然后可以挑一部分有用的啊。那这个就是计算指标，然后到这里就是买入价格，其实跟上节课讲的这个策略是一样的。那你这里面你就不用写这么多了，你可以挑一部分来写，然后在这边组合判断的时候，你挑几个重要的来做判断。像我这样是把全部列出来了，实际上这么多是没办法成交的哦，只能是挑一些重要的来做这个判断。这个就卖出条件，卖出条件的话要写的更简单一点，要不然的话，万一没办法止损的情况下，这个亏损就较大了。所以这个是卖出的条件，然后这个是 ADX 的这个动态止损的情况。那这个策略基本上就讲完了。然后这个代码部分的话，我会把这个文档放在评论区的这个下方，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一下。然后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那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麻烦大家给点点赞您的支持也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好，谢谢大家。